那在这里呢，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马塔马塔艾戈顿牧场。这个牧场呢，虽然它并不是所谓的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自然风景区一样哈，但这个牧场非常的有趣哦，你可以亲自的喂食啊。艾戈顿牧场这个地方占地有160公顷啊。艾戈顿牧场在1971年由世界著名的剪羊毛师傅所开创出来。他们在该年度建造了一个表演用的圆顶建筑。后来当然遭遇过了火灾但是呢，他们当时还是继续的经营它，成为许多观光客看绵羊的绝佳景点呢。牧场在1994年呢，赢得了纽西兰国内观光局的大奖。艾戈顿牧场的绵羊秀是纽澳地区最出名，每天呢表演了3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的秀，哇呀！你看呢这些牛呢，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坐上这个游览车，那这个游览车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会看到一些野生的动物，然后呢会看到的一些你可以很近距离接触到的动物还有这个驼羊羊驼驼羊那包含了当然这里的美利诺绵羊，几乎所有的人到了纽西兰都会知道绵羊，这个绵羊羊驼有没有这一些虽然它并不是产于纽西兰，但是呢，纽西兰在10几20年前呢，从南美洲引进了这些俗称的软黄金现在它的毛呢，皮毛割下来呢，比这个很多的皮还要来得值钱那在这里当然你可以看得到这一些，这就是重点嘛你也可以来起价羊驼有无？哎呦，有上济无有的人干嘛讲剪羊毛秀是个重点？没有现在来艾戈顿牧场，这反而变成这个是重点了你下来之后呢，哇塞，这个牵引机呢拖的这一个小车子的拖引机有无？有看到无不是一般的伊这是用这是农场在用的拖引机，所以还蛮符合观光的那进来这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一些羊驼都全冲过来开始喂食啦绵羊超过了这个羊驼超过了绵羊纽西兰自南美洲引进的羊驼，养殖在海拔1500公尺到3000公尺的高山区域。它还是为了符合羊驼它们的生长环境平均寿命18到20年。它们的样子非常可爱，属于耐寒温驯的可爱型的动物，头及脖子都很像骆驼，身体呢却跟羊一样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羊驼台湾人呢不知为何呢，把它取名叫做草泥马，对不对这个名字呢，当然了，震撼了台湾很多人一下子就认识到它了因为它谐音呢实在太像脏话了那大致上很多人呢，你是在台湾叫草泥马你在台湾以外呢，你讲草泥马呢，没有人听得懂我们把它叫做羊驼，英文名字呢也叫做 Arabica。Just like silk, pink except for ladies' garments and men's suits. The pink nose, the white feet. He is a dry, conditioned sheep.
sheep will not bite my finger off, you'd rather spit it out. Okay, folks. Marching. Where we going? There you go, folks. Thank you, thank you. How do you think the sheep feel? Cold. With the sunshine out there, it's summertime, you'd be pretty happy. Look! Watch TV! Watch TV. That comes in about shop up here, hello myself and Chlo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很多人把南半球的纽西兰讲成是人间的净土，其实这个名称也是其来有自啊。因为纽西兰它的地理环境的关系，你注意打开了世界地图看了全地球一样。纽西兰跟澳洲这两个大洋洲这两块土地呢，其实跟全世界很多的陆地呢是相隔开来的，独立成一个区块啊。所以呢，它有很多的外来物种进不了这个地方。所以在纽西兰跟澳洲呢，在于这个入境检查你的那个算是商品呢，非常非常的严格你带进来的东西。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它拥有了有别于全世界的原生物种跟动植物。在这边当然也因为这样子最天然的环境呢，被国际导演所看到，借由电影呈现出来，这个电影就叫做《魔戒》的拍摄地，而这里就是哈比人所居住的地方。当然呢，是用特效呢，那一些人才能够住在这一些看起来很小资的电影《魔戒》三部曲哈比人的系列地点拍摄，遍及了纽西兰南北岛，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影迷来到这个地方。哈比人荒古恶龙。在这里的拍摄地你知道吗？一个国家，如果你可以支援电影的拍摄，我们常看到新闻报道，很多人呢对于现在的电影拍摄呢很不喜欢会去讲说呢，封街啦，什么让人民不方便啦，当然，拍摄永远有时候会造成很多的不便。生活上的不便，但你知道吗？也因为这样子，让纽西兰声名大噪。光这个魔戒这里的拍摄，你知道吗？这一个地方就为纽西兰呢
带来了多少的观光财呀！亲临纽西兰不是梦，亲临纽西兰呢，选对季节，来对地方，绝对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奥克兰、罗托鲁啊、哈比顿、皇后镇、峡湾、库克山、蒂卡波湖、瓦纳卡等等呢，都是纽西兰非常值得拍摄的中土世界的哈比顿场景呢。这里当时导演呢意外发现这个美丽的农场，利用农场的高低起伏的波浪地势，及纽西兰军方大力的协助哦，国家是非常大力的协助的，搭建成了这个哈比人的下雨村庄，简称叫做哈比屯。到访现场，你可以发现有44座哈比人洞穴屋舍，这个地方在很热门啊，别小看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热门啊哈！热门到什么程度呢？哈，热门到有专用的观光巴士哈！你看这不是咱人 K3 呢啊，这是呢哈比人的衣服，当时拍摄场景原汁原味的就把它留了下来，了解哈！所以这个所在呢，当拍摄完毕之后呢，当然顺其自然的也就留下了这个拍摄地。重点来了，重点是，不管你对这部电影知不知道，但你知道它是一部卖座的电影，所以来到这边，我们当然就可以亲自看一看《魔戒》拍摄地。哇，这部片呢，其实基本上来讲呢，要把它全部了解完了，最起码要看3集，3集都把它看完了，你才能够了解《魔戒》在拍什么啊，它真正的定义是什么。累不累啊？还好。比这个《哈利波特》还好啊，《哈利波特》哪是3集啊？从他儿童时期都看到青少年了啊。这里呢，魔戒拍摄地，我们呢到了纽西兰，当然我们就来聊聊羊。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纽西兰人口数跟羊的数量的比例啊，真的被冠以绵羊国的称号。纽西兰对于羊的感情源自于实实在在的羊经济啊。羊毛、羊肉、羊奶是纽西兰主打的出口产品。全世界想到了纽西兰，第一个是想到什么？羊妹妹、绵羊，懂吗？但是我也告诉你你以为因为这样子纽西兰它就禁止绵羊进口吗？错了，纽西兰的绵羊进口是开放的为什么？它没有所谓的保护政策，它有保护它的产业，但是它保护它产业的方式呢，是让它拥有更大的经济力量、竞争力。而不是用保护它的方式呢，控制不要让羊进口进来这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纽西兰开放绵羊进口也有，但是到现在还是很强啊。纽西兰全国各地散布着数千个大大小小的牧羊场，历史上纽西兰的绵羊数量曾经达到过惊人的7000万只，相比当时的纽西兰人口只有318万的人口，一个人不是一只一个人平均有22只羊的盛况呢，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一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现在纽西兰大概只有2-3千万只羊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已经没像以前那么多了所以呢，在纽西兰很多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到
放牧式的羊成群散养的羊群自由自在的吃草这恐怕也是纽西兰独有的景致。而纽西兰也因为独特的地形，所以很多人到纽西兰会说：“哎呀，这些羊难道不怕被蛇咬、被什么吗？”纽西兰没有外来的蛇种这就是重点了。纽西兰没有外来的蛇种那纽西兰因为没有外来的蛇种，所以呢，这些羊呢，当然呢，能够自由自在的就在呢野生草地呢，非常愉快的。过着生活那纽西兰最大的城市呢，奥克兰地标之一也是附近呢更多的羊，北岛的羊还比较多南岛当然也有羊，但是北岛是最多的那纽西兰有很多的传说故事呢，但是呢纽西兰的历史呢却是来的比较少一点的纽西兰的历史呢也可以说是绝大部分全部都是围绕着哈比人。那包含了来到了纽西兰剪羊毛，在纽西兰也不仅是畜牧产业的一个环节，也是一项旅游的活动了甚至其实剪羊毛的活动秀都还会引进到其他国家去，像我们的台湾也拥有这个剪羊毛秀，好像在清境农场嘛你看台湾以前也是没有养绵羊的，台湾怎么可能适合养绵羊这个热带型的岛屿气候偌一个云你就讲，所以饲伫关山顶管这绵羊你若讲甲饲伫平地我告诉你，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可怜你看这只猫呢，懒洋洋的躺在这个火炉旁边现在进来了哈比人住的村子里面呢，托尔金的奇幻小说当中出现了一种电影《魔戒》里面呢出现了一种虚构的民族，体型娇小是它的特色，并非矮人或侏儒只是体型比较娇小哈比人是在电影当中描述的是人类的变种，人类的分支。他当时呢，在魔戒里面非常的有名到呢，还单独的在另外为哈比人拍摄了其他的电影那当然进来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得到整个纽西兰哈比人的这一个拍摄场景、生活场景喽。这些雨呢，都是魔戒拍摄地所拍摄下来的所以你注意看我们的这个婉婷呢，在这个魔戒拍的呢就特别多拍的特别多。为什么？就可知道这个是少年郎年轻人呢对这个电影的了解所以呢就狂拍这个魔戒那如果呢是中老年郎拿相机拿起来呢，你们在被 hip 啥先这跟我们看韩剧的道理是一样的你没看过韩剧的人呢，你要拍什么场景你都不知道怎么拍你电影看的不多嘛。对，那如果你还爱看韩剧的人，你到了韩国的时候，哇，什么景哪一个这个男女主角在哪边出现的场景，你都知道。这个跟欧美电影是一样的。来到这边，你如果说呢没有看过《魔戒》的人呢，其实呢就不知道怎么去拍摄。但我讲真的啦总使你看过《魔戒》，你还是不会拍啦你还是不会拍。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魔戒》它是以这里当做它的场景，但是它加上了电脑动画。所以跟实际上这里呢又长得不太一样但是呢也因为电影的出名，所以呢吸引到的年轻人呢非常大的客源群来到这边，大部分都是少年人来去这个魔戒的拍摄地其实你讲因为叫我们你不给他起去抓了也是有点可惜啦，对吧来，我们的车子呢一路从这个墨尔本沿路过来到了纽西兰的南岛，再从南岛呢一路再往上走，走到了这个奥克兰呢。现在我们进入到了奥克兰呢，哇，这进入到了奥克兰也是算一个很不得了的地方了为什么？纽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呢，首都奥克兰呢，我们进入奥克兰呢，马上映入眼帘的是什么呢？
就是呢刚刚看到那个奥克兰的塔哈。奥克兰有没有？前面这个塔就是呢奥克兰塔啊 ，Tower。这个塔呢，已经可以说是纽西兰的地标哦。在纽西兰的各个区域，你几乎都可以看到它的踪迹啊！你看到我们婉婷从这个角度拍，非常的美丽啊！哇，可以感受到这个塔有很高吧，对不对哈？我们现在事不宜迟，上塔了啊！上这个 Tower 啊 ，Sky Tower 来看看从上面俯览纽西兰的奥克兰。天空之塔是纽西兰奥克兰市的一座观光及通信塔，位于纽西兰的中央商业区。在这里呢，塔高328公尺，是南半球最高的、最独立的建筑物，全球独立式的观光塔。这里呢，相较于在纽西兰没什么高楼大厦，当然它就很突兀了。天空之塔独特的外形跟高度，成为奥克兰的标志性的建筑，用于宣传跟标志。这个地标是奥克兰的天空城，包括了它的 casino 也是它的一部分，它上面的自助餐也是它的一部分。哇，所以呢，上了这上面呢，你就可以知道了，天空之塔有2层的餐厅，一层呢是有旋转座椅的，每个小时旋转360度，另外一个呢是咖啡厅城。而且这里呢有2个景观台啊，每一天呢吸引了上千名的游客。你注意吗？它这个景观台为什么很吸引人？你说它的景色有多美哦，都不错啦。从高空俯瞰，永远都是不错的。但是你说美到什么程度呢？我告诉你，是因为在纽西兰的奥克兰呢，它的空气非常非常的好啊，空气的好。干净度使得它玻璃上面不会有什么灰尘你这样看过去，它不会雾蒙蒙的一片被雾雾像我空气那雾雾这就是人的假达在 Sky Tower 用餐，当然餐食是不是最棒的我觉得有时候什么叫做餐食棒？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讲餐食有时候它的棒与不棒呢，不一定单单是什么，单单是它的食物有时候它周遭环境有时候说酒不醉人人自醉，什么意思呢？有当时啉这杯酒，你不觉得他不是喝了他醉，搞不好是你对面的美女呢让你醉了那天空之塔或者是很多地标餐厅都是一样，有时候它的菜色你说它非常美味吗？不，它配着美丽的景色，配着当地的氛围，你都是觉得好吃，对不对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哪怕是吃个路边摊，你都觉得那种家庭的感觉是很棒的这就是重点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观念这种想法，这种看法，可以去了解到这一种美食，这一种吃的定义像花钱嘛你花钱是要让自己快乐的花钱不是让自己痛苦的，但也别忘了，不要以为花了钱你就是大爷，可以指使任何一个人节目即将接近尾声，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会更加的努力。所有的观众朋友，很多人常常联络小王，寄送东西给小王吃的，
然后呢，或者是写信给我的我都心里呢真的比较忙，没有办法一一回复，但谢谢你们呢。